看到前面这些配备，你就知道我们要干嘛了。不是小套房料理，对，但小套房也不是不行哦。如果今年的中秋刚好是下雨天，那刚好就可以这样。如果没有下雨，大家还是在户外。中秋节要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讨论、分享一些中秋节大家常常烤肉，但是常常烤失败的食材。首先，第一个是到底熟了没有？现在小孩子应该没有了。我们小时候就在溪边烤肉，永远就是里脊肉，然后嘞，他肉已经就先腌好了。有时候是跟老师一起去，老师就会很好心的先腌。腌的时候，大家开始烤啊，烤到就差会搭，那里面有没有熟都不知道。然后包在吐司面包吃，夹就吃。那但是现在烤肉已经慢慢不一样了，已经有各种不同了。如果说这里面熟了没有？哪一个？玉米笋。好，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是，它生的就可以吃，而且很好吃，也很甜。那但有人想说，我就不喜欢，它其实不至于到让你会觉得不好吃。那但毕竟烤肉，你把它放上去就记住，只要是要慢熟的东西，好比说鱼，你想外面焦了里面还没有熟哦，或者是猪肉一定要熟。如果说今天是牛排，它里面有熟没熟没有那么重要哦，比如3分熟、5分熟、7分熟，对不对？那像这些你就执意它一定要熟的话，记住第一个时间一定是用小火哦。所以当然我今天是用瓦斯炉啦。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是用瓦斯炉的情况之下，你就在烤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火刚生好的时候，第一个就烤这个，它就很容易烤焦。对我来说，火最大的时候，第一个一定烤牛肉。对，然后烤牛肉的时候，你要看你的牛肉，比如说有如果是烧肉也是一样嘛，有分用酱油的，就是腌酱的跟盐的，盐先烤，因为你酱一烤上去，网子就脏了。对，所以我的习惯性是上有盐的先烤。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？因为我以前是串烧我们是用炭的，炭的它就比较难有机会去做火力调整。你可能就是比如我们有2个炉，一边就是大火，一边就是小火，对不对？那刚开始一开始当然全部2边都大火，因为赶时间嘛，客人来要做生意嘛，所以第一个上来我一定牛肉先烤，不用需要全熟的肉，你就可以先烤，因为火比较大，而且香气比较有，所以我要一直不断调整。瓦斯像这个也是一样，它的那个热度，好比说你现在看，因为我们的炉是在中间，所以它的热度最高是在中间，两边其实没什么热。哦，那所以刚刚明显看，比如我在烤的时候，我刚拿的时候，我只换位置，我还没有翻。但刚刚的话，第一个是这个，所以你可以看这边有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把它移到这边来。那现在看这边也焦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也有，那接下来就是翻面。啊，你翻面的时候，你就看刚刚焦的部分放在上面，这样你比较能够分辨说到底刚刚烤的是哪一个。那这3个上面这个最初你把它移到这边来，因为它可能受火的时间需要长一点，所以你把它放在火比较大的地方。所以你不是说只有烤，你要不断的调整。那我们刚刚讲都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玉米笋，照理说这边这一段过去都没有，它只有从这边开始一直到这边，所以你要烤的时候，你要往这边移，让这边也可以烤，因为这样也烤得到。哦，你要不断去思考它长什么样，然后应该怎样，然后去做一些调整。那我会习惯性，因为可能以前是做串烧，包括在吃烧肉或者我在烧烤的时候，我也会习惯性会有顺序，所以顺序是第1块肉放哪边，第2块放哪边，第3块放哪边，我会这样。所以我翻的时候，这一块放下去，一直到你最后一块放下去，可能中间相隔了大概15秒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一块只有1秒，这块已经15秒，所以你翻就先翻一次。啊，你翻开来看，发现这边火比较大，这边火比较小，对不对？这边你就开始这边做调整，这边移到这边，这边移到这边。要的是这几块肉是同一个时间好。哦，我们在做生意，实际上你就自己做烧肉，自己吃还好啦，没有那么的讲究。可是这只是跟大家分享怎么烤。那你就这样，而且香气很重要，像现在已经可以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，但现在只是外面它慢慢导热导进去，哦，所以还不急。那这个玉米笋它一定有水分，等到烤完之后，它放出来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冒烟。所谓的冒烟不是超会大那个冒烟，而是里面的水蒸气出来，就代表它已经熟到里面去了。对。所以它其实也不会膨胀吗？这个不会，这个还好。对。所以你要看它有没有熟，就是烤到一个时间之后把它拿出来，然后看它有没有冒烟。
可以这么讲了。那但这个有一个就是比较，我刚刚有讲是比较 trick 的地方是，它其实生了就可以吃。那所以在烤玉米笋这件事情，我个人觉得，就只要烤到它里面热了就可以了。对，只是你不希望说吃到是冷的东西，就这样。就外面热，然后里面还冷。不行，那样子不行。你就是要外面热，里面也热这样。那而且玉米笋有一个，第一不要用大火啦，因为你大火一下子它就会焦掉。对不对？那这个要稍微注意。那但玉米笋你慢慢烤的时候，它外面哪怕都是焦，只要它没有全部焦透，那其实是还好。啊，现在这边你又闻到一个焦味，你就要去找那个焦什么？哦，就是从这边来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关系，这个焦掉湿掉就没有再焦了，有没有？可是你看它水汽开始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水汽开始出来了，对。那这个水汽并不是里面玉米笋出来的水汽哦，而是叶子的水汽哦。那你把它拿掉了，对啊。有没有拿掉之后就好像没来过一样了，有没有拿掉就新的啊？但是可以明显它就开始有受热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当然我这个不需要了，也可以用，但比较不需要。其实你可以准备一个铁盖，哦，有点像盖上来，对啊，盖的时候它的热度，我们现在热度只有往上嘛，所以这边基本上是有受热。但它没有那么多，但你如果有个盖子把它盖起来，它等于是下面在热度上去，在上面热度又可以往下倒，所以上下一起会比较快。那个技法我们比较常是拿来烤鱼。鱼应该说对我来说，烤肉最难的是鱼啦，其他都不难。那尤其是我们是居酒屋，你烤出去的鱼，它的完整性很重要。你要是说鱼破了，人家觉得为什么我要花钱100多块200块？我来买吃你个破鱼，我们也很常会这样子啊，对啊，真的、啊，我常常有时候像以前我们在烤，我最担心、最害怕就是鱼，为什么？因为鱼只要一上来烤，第一它不能大火，所以我等于是我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给客人，这是第一个。再来，我在烤的过程当中，我有曾经就是鱼拿起来整片就掉下来了，那根本不能用啊。甚至你剥开，你剥的时候有粘住的地方，那也很麻烦。那你时间又长，我们以前店最常被人家坑掉的就是鱼，不是没有烤，是已经在烤，可是来不及。对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弄了另外一个方式，是有那种沙拉棒打，就是那种可以升上去那个。对，没有，它就有上面，所以我们就干脆买了一个那个，那鱼可以先在那边烤，烤到差不多，然后再赶快来炭烤。现在还没，快了，这次可能比较热。那大概是需要10分钟左右。差不多。那你可以借由什么？借由外面的叶子的部分去知道它到底多热。怎么看？你知道？一开始在烤的时候，它是一整体嘛，所以这个开始焦的时候，它焦归焦，它就是冷的时候焦的。但它这个时候，因为刚刚不是烤到有点水汽了嘛，代表说它的热度已经开始上来了。它一上来之后，它焦的时间会比它快一点，因为它已经热了，对。所以你可以看它这边有一些地方是有一点，像这个地方有一点微微的焦，有没有？像这边有一点微微的焦，这边。但它不是像刚刚那个那么焦，因为其实我们的火量是一样的，对，你就知道说，它的变焦的程度是比较快，因为它热度都上来，你看这个也上来了。那这个你可以看，其实这个像这样子的情况，它里面其实已经热了。但是我为了预防说这边热下面不热，所以我赶快翻过来再烤一次。那而且明显你看我们这样对不对？我刚刚是放酱，对不对？它焦的比较快，有2个可能，一个是它比较小，另外一个是这边温度比较高。那你可以实验性的把它往前，这个把它移过来这边。因为有可能是这边温度是最高的。哦，你看有没有？我放到这边一下下而已，它马上，所以这边的温度是高的，你就可以往这边移。其实你就是要一直烤，然后一直观察。对。不是放着就可以聊天的类型。可以啊，我们不是一直在聊天。对啊，可以聊啦。但是说真的，就是烤肉本来就是有趣的事情。那像这个有没有？这比较焦了。你就把它放在边缘这边，就不要让它受热太多，就主攻这
这2条。像那个最靠近你那个，这样子，你可以打开看看现在里面什么东西。熟了，熟了，打开还会冒烟呢，有没有冒烟啦？熟啦，对啊， 10分钟差不多了。对啊，熟啦，对啊，你看是不是冒烟冒的？对啊，但你这样看，你觉得好像没有熟啊，可是它已经透过去了，之后它已经就熟了。最难的就是这样。看不出来。像这2块，这2个其实也熟了。其实就是看它外表，是要有干巴巴的感觉。闻到味道。对啊，这个也熟了，这大只的打开一定也是冒烟啊。哇，这个也是啊，你真的很厉害哎。为什么？就是有熟啊。精准控制。有没有？这边啊，对啊。好，这个是玉米须的部分，分发下去。对。好，然后那玉米须记得要吃哦，玉米须是最低一定要最好的。有一次很爱玉米笋。我不喜欢有须。须才好吃啊！你现在就直接吃须，你就觉得它很甜。试试看，好不好？你人生从此发现新，对啊，很烫吗？很烫。对啊，那你也哪一个烫？嘘嘘。吃草哦。我觉得要一点盐，有点盐会更甜吧。它是生的都可以啊。那你吃须吗？很烫，很烫的，没想到吃。我是牛。好虚哦。刘月英买回来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做处理，你要先，然后把它放旁边，然后再去烤就不会黏了。现在就准备要翻面。哇！等到它外面有点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里面你在夹的时候，它弹性出来了。